現在女生的出路只有3條，要麼死，要麼賣身，要麼討好男人去做爸爸活，不然你說還有別的出路嗎？這是1-2年前一位日本女生發的推特，引發了一次日本性別對立的輿論高潮。該帖獲得了幾百萬次曝光，最高讚的回復我估計跟你現在心裡想的一模一樣，那你去上個班不就得了？但讓我覺得有趣值得一提的是推主對於這個評論的回復，他說我真的受不了那些故意想讓我降低自我評價的家伙，我希望他們趕快消失，我只想跟珍惜我的人相處。確實呀，評論區從來不缺義務職業規劃師，缺的是願意幫你交社保發年終獎的老闆。近幾年日本的媒體一直在報道一個現象，越來越多的日本女性被中介介紹去了海外短期工作，目標是在短時間之內賺到在日本很難賺到的一大筆錢。有些人是為了還清在歌舞伎町欠下的牛郎店的債務，有些人是為了去做昂貴的醫美，還有些人是被日本的出國中介業者炒作的迪拜王族呀、美國高額小費房呀等等話題欺騙，結果還有不少女生或是斷联，或是被搶劫，或是被外國警方盯上。最近也有日本媒體分析，部分的出国特殊服務鏈條已經由中国系的黑帮操盘，他們通過曾經的中國人赴日中介業者來營業，目標人群就是那些被牛郎呀、医美呀套住的日本女性，甚至提供去韓國一邊賣一邊順便整容之後再回國的 plan。那這些事情我估計觀众們也多少知道，畢竟是日本的壞事嘛，又没有什麼隱喻效果，這種傳到中文圈都比較快。那條推文最值得一提的，我覺得是用了出路這個詞，有了上面的社會話題，再回來看出路這2個字，是不是這條推文突然就不那麼抽象了？他想表達的是，我已經看不到體面的人生了，只剩下這幾條骯髒的求生方式。接下來的雜談聊聊我看到這篇推文之後是怎麼想的，中間會穿插一些社會事件，還有一點點啟蒙時代的哲學。放心，社會事件都是日本的，啟蒙時代哲學也幾乎是我這個頻道的本質屬性之一了。不會有你不該看的東西。這裡是花散里，喜歡這樣的內容別忘了先點讚訂閱喲。如果問人類最害怕的是什麼，直覺答案當然是死亡。在生物學上，當我們感到生命受到威脅時，會觸發戰、逃、僵3者反應，而在此之前面對這個風險的預警系統就是各種負面情緒，恐懼、憤怒、悲傷和不安等等。但如果我們对任何一件小事都像對老虎一樣緊張，老闆皺了下眉頭就覺得要被炒魷魚了，那也活不下去。所以我們的大腦會啟動另一套系統，幫我們把不適降到可忍受的水平。這套無意識的系統叫做应对和防御機制。那我們到底在防御什麼呢？盧梭把人对自己的愛分成2種，一種是自然的自爱，是求生本能那種我想要好好活着；另一種是社會產生的利己愛，要的是在別人眼中顯得重要，或者是贏過別人。換成心理學的語言，就是自我評價等於自我肯定加他人肯定。更熟的人性的弱點裡的說法則是，讓別人動起來的唯一方式是讓對方感覺到自己重要，都是一個意思的不同表達方式。這就是想要離開公司和上司的原因，也是面對讓你去上個班不就得了的評論者時，推主會這樣回復的原因。這都是對推主利己愛的直接打擊。這也是很多公司會禁止員工副業，很多本土的水軍團體不接受針對海外生活的博主單子的原因。現代人的很多恐懼其實都是對社會性死亡的恐懼，害怕被排斥、被嫌棄、被當成沒用的人。而與社會性死亡相關的防禦機制主要是羞恥和嫉妒這類的情緒。在人類開始群居之後，這些情緒被保留下來，主要的功能是提醒我們反思自己現在的表現會不會讓你被踢出這個群體。因為群居時代之後，被踢出群体很可能變得沒有飯吃。所以當一個女生說我要去外國做爸爸活，這是我的逃生路線，在生物本能的層面其實是在賭，一是只要我手裡有錢或者有人願意要我做爸爸活的話，我就還算有用；二是測試自己在日本這個大群體中，難道真的沒有價值到可以被放棄了嗎？但其實理性的站在當代的環境想的話，在日本生活困難就換一個國家生活，其實和在農村賺不到錢就去城市差別不大。去外國也不一定只能做爸爸活，但是心理機制會阻止我們這麼想，因為如果接受了這一點，就有可能進一步類推，直到接受尼特的生活方式，心理機制会首先避免這種死亡的威脅。那當我們感覺自我評價受威脅時，大腦會怎麼幫我們逃跑呢？大體也分成3種，一種是逃進別的現實，比如備考重要的考試時，莫名開始整理書桌，整理書桌就成了備考的一部分。第二種是逃進不可抗力，比如重要的考試之前突發感冒呀、肚子痛呀什麼的，這樣考試失敗就是健康的原因了。第3種是逃進幻想，比如曾經有統計顯示，一個家庭中如果父親比社會財富的中位數顯著更貧窮的話，兒子在青少年時期更有可能希望成為國家的領袖。當然這些都是無關痛癢的逃避反應，不用太在意。防禦機制能成為我們的固有技能，說明它本身是有利於生存的。也有很多人的反应方式相當優秀，比如利用
失戀或者屈辱創作藝術作品，或者悄悄努力回頭打臉。這兩種是典型的升華反應，也可以編成搞笑段子，在交流中獲得更清晰的思考。這種反應稱為幽默。弗洛伊德就覺得幽默是最成熟的防禦，當然也不一定就要從中受益。单純的把与这些糟心记憶有關的事物全部捨棄掉，也是良性反應，稱為一致。而糟糕的反應方式通常短期看起來舒服些，長期會把人拉向溝裡。日本媒體採訪過一些因為牛郎負債而去外國短期風俗打工的女性，絕大部分都是遭遇了現實生活的挫敗，而牛郎店可以暫時提供尚未玩家的滿足感。最經典的糟糕反應方式是酸葡萄效應，也就是伊索寓言的那個故事，狐狸夠不到葡萄就說反正葡萄肯定是酸的不好吃，從而避免承認自己跳得不夠高的問題。現代版的酸葡萄可能是我本來也不想談戀愛，所以懶得回消息，或者賺錢的人要麼運氣好，要麼心眼壞，我不想那麼庸俗，或者歷史就是個圈地自萌的小圈子，我可不能變成那樣的文科生啊！我不僅懂得幽默自污，我還記仇。這種酸葡萄現象有一個專有名詞叫合理化或者自我欺騙，也就是違背自己內心的言行，用一套看起來高級的說辭把它粉飾掉。還有一種比較糟糕的反應方式叫理智化，比如有些人生活越是痛苦就越是狂讀哲學，看似在思考人有沒有自由意志呀，存在是不是荒謬呀之類的，實際的功能是讓他不用面对今天我要不要去上班这種更迫切的現實。最後還有前面講過的逃避，大體也是偏負面的反應。以前循環分期付款的視頻中提到的受害者大部分都是這種反應，不過逃避沒有那麼負面，某些階段可能會救你一命，只是變成習慣反應的話就比較糟糕了。我們再回到那條火過的推文，大部分人第一反應的為什麼不上班，其實就指出了其核心問題，那就是選項太少。這是邪教洗腦中常常需要利用的心理機制，限制解決方案的選項。當人多次在少數選項中挑選解決方案之後，就會形成認知濾鏡，誤以為自己看到的世界就是全部的世界。具體做法就像是某些氪金手遊，看上去選項很多，點下去只有兩種，要麼氪金，要麼退遊，愛玩玩，不玩滾。類似的濾鏡也出現在最近2年日本的另一個炎上事件中。有一位網紅婚戀顧問發的帖子中有一句，日本女性的職業生涯會因為懷孕生產而中斷，很大程度是因為休息得太久了。無論是全文還是這句話本身的邏輯，其實都是對視的，它是在社會平均水平上講職業結構的問題，但是這個帖子慘遭炎上。最主要的反對觀點是指出有些人產後會嚴重生理不適，以及有些人很難找到方便托育的地方。這些批評所使用的論據本身並沒有錯，但是顯然和原文本就不矛盾，而最直接的正面反駁反而很少。正面反駁顯然應該是直接正對觀點，提出即使休息時間久也不應該影響職業生涯。主要有2個機制導致了這種結果，其一就是因為認知濾鏡，只注意到育兒休假時間長的問題和育兒 gap 對職涯影響的問題，而因為生活在加班文化比較強的日本，沒有注意到 gap 會影響職涯可能本身就是一個謊言。用履歷的長短來決定是否應該被篩選掉，本身就未必是合理的。其二是情緒化推理，簡單來說就是我感到被冒犯了，所以這句話一定是壞的話，所以說出這句話的人一定是個壞人。如此一來，因為原帖在這裡就是要批評不讓日本人 gap 休息的文化，所以要批判作者反而不能直接正面提出即使休息時間長也不應該影響職涯的。這2種心理機制共同使得這位婚戀顧問遭到了莫名其妙的炎上。不過上面提到的這些機制還不夠解釋開頭帖文為什麼要那麼強調賣身和爸爸活。不少行為分析的書中都認為，這種傾向於對討好別人的回報期待過高的人，可能是因為青少年時期沒有充分的經歷過無條件的被愛，但是這是個人家庭的問題，我在這裡無法展開。總之，這句現在的女生出路只有3條的帖文，看起來是3層逃避的疊加：逃避貧窮、逃避無價值感和逃避相互依存的關係。這也是我看到她的回復之後引起了思考的原因。她的訴求是人之常情，我只想跟珍惜我的人相處。她融入社會面對的問題也是事實，我真的受不了那些故意想讓我降低自我評價的家伙，我希望他們趕快消失。就我在日本工作生活的經歷來看，雖然現在各種規定和大公司們的做法都比較嚴格，但確實有些部分是有性別歧視問題的。比如新組找工作時，女生在我眼裡就是比男生容易很多，尤其是想要去頂尖公司的話。但另一方面，在我所經歷過的公司內，似乎都能感到女性的職業天花板要低一些，即使不結婚的一直工作到中年，也明顯比男生低一些。統計上，日本的女性正社員收入中位數和平均數都明顯的低於
於男性。不過這個數據太受社会文化的影響了，很難用來客觀考慮現在的職場歧視。確實有大批的女性職工就是在最低程度的工作不求升職加薪的，因為他們的家庭決策只是在丈夫收入升上去之前暫時雙職工。當然這本身也說明了現在的家庭照顧責任依然高度傾向於女性，尤其是偏見與歧視常常是以為你好的口氣出現。對单親媽媽的支援雖然有制度，而且這2年還有比較大的提升，但是實際操作並不友好，通常是較為優質的企業中才能實施到位，而女性更大比例的是在一些黑企中工作，這些会真的讓人感覺，如果我不靠點極端手段，是不是就活不下去了？也有日本作家分析过日本女生的海外短工现象和牛郎呀、整形呀这些之间的結構性聯繫，指出這不只是個人選擇，而更像是詐騙套路，有一整套金融、風俗、醫美和跨國犯罪的系統來針對這些生活困難的日本女生。所以要說這條帖文完全是矯情的話，我覺得也不太公平。但另一方面，這條推文之所以會引起那麼多人轉發、共鳴，甚至是絕望，也是因為它在很多人腦中強化了一個極端途徑，除了這3條路，別的都是假選項。連領生活保障呀、回老家呀、降低物質慾望呀、找相對穩定但是不體面的工作呀等等最基礎的替代方案都被直接無視了。所以更深層的難題是，當我們痛苦到極點的時候，會自動把世界簡化成幾個極端的戲劇性的選項，既方便宣洩情緒，也讓自己不必為那些真實拒絕原因會讓自己感到難堪的選擇負責。講了這麼多，你可能覺得囉嗦又負面，也可能想問，那能怎麼辦？我面對的現實就是這麼痛苦呀。是呀，這是個好問題。如果有太多人感到面對的現實太痛苦了，連那些最後保障的選項对他們而言都有不好承擔的代價，又該怎麼辦呢？還好我不是站在需要解決這個問題的位置，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不知道，我就是站着說話不腰疼。我能給的建議只有，在把出路說成只有3條之前，多問自己一次，你現在站在什麼路口？你現在想到的出路是你自己選的，還是別人先預選過之後再強塞給你的？這樣一想，通常都能發現新的選擇。都看到這兒了，別忘了點讚、訂閱、熱推還有硬幣啊！我們下期再見。